史上最成功的杂兵机，铁华团不可或缺的顶梁柱，机动战士高达，铁血的奥尔芬斯设定解说。机体型号 EB06TC 格雷兹改是铁华团在缴获到的格雷兹机体上进行修复改装后，重新投入作战使用的机型。与原来的格雷兹相比，可以看到在机体的上半部分有发生了较大更改，而这些进行更改的地方就都集中在了这些白色外观的模块上。虽然铁华团一共缴获了2架格雷兹，但这2架格雷兹在与巴巴托斯的战斗中受损严重，需要进行修复才能重新使用。但以铁华团现在的维修保障能力，在没有备用部件的情况下，修复这2架缴获到的格雷兹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如果放弃不加以利用，对于现在十分缺少装备的铁华团来说，就显得十分的可惜。不过在整备师纳迪雪之城卡萨巴的努力下，将所有能用的零件收集好后，成功改装出了1架可以使用的机动战士，就这样成为了铁华团继巴巴托斯之后的第2战力。虽然花费了他不少的功夫，但对比300年前恶迹战时期的巴巴托斯而言，加拉尔霍恩的新型机格雷兹反而还要容易处理一些。然后将新改装的格雷兹就取名为格雷兹改，而这其中变化最大的地方，就是在后背安装了一个矢量推进器。该推进器的喷嘴可以自己调整喷口朝向，这样就能在高速机动的过程当中迅速转向，十分有利于在战斗当中取得优势，并且机体重量较原来的格雷兹有所降低，所以机动性能整体而言是有所提升的。同时左右肩膀位置还增加了喷口，用来加强机体在宇宙中调整姿态的能力。驾驶舱的外层装甲板虽然进行了更换，但防御能力并没有因此降低，总体防御性能基本与盾牌相当。头部从外观看上去似乎整个都进行了更换，但功能基本满足了驾驶舱从内部观察外部环境的需要。而内部的球形综合探测装置是否有变动，这个目前没有透露。而武器仍旧沿用了格雷兹的配置，分别是用于远距离射击的 GRW01 型120毫米口径步枪，该枪可根据环境需要更换成短管的步枪形态，来方便在狭窄的环境下作战使用。同时该枪的攻击威力较为一般，不足以直接击破机动战士，所以在战斗中经常拿来当火力支援装备，用于吸引敌方注意力使用。近战装备使用的是 9.8 米长的 GRH01 型战斧，也是格雷兹普遍装备的近战武器。尽管属于是钝器装备，但破坏机动战士的效果最好。然后还有格雷兹的选用武器320毫米口径的 GRW02 型火箭筒，这把武器通常会挂在机体的后背上，在使用时会翻转到机体上方，接着以肩扛的方式对敌发起攻击。除了格雷兹的制式装备之外，有时也会拿巴巴托斯使用的滑膛炮作为选用武器。在第1次出击作战时，格雷兹改就临时用了这把滑膛炮，替巴巴托斯来发挥火力掩护作用。不过此时的驾驶员招红阿尔特兰还没有适应格雷兹改的操作，所以在这场战斗当中没有发挥太多作用。与驾驶巴巴托斯的3日月一样，招红一直使用的是阿赖耶识系统，而格雷兹改上没有安装阿赖耶识系统，影响了他的发挥，以至于在与塔宾斯组织初次战斗时，招红驾驶格雷兹改就显得比较吃力。而且这时的铁华团还比较势单力薄，仅有2架机动战士迎战，于是对方出动第3架机动战士直接攻击铁华团的渔火号，迫使巴巴托斯返回救援，留下招红一人拖住塔宾斯2架机动战士。但是塔宾斯的驾驶员的战斗力水平十分强大，其实力并不在招红之下，所以招红面临的压力十分巨大。在交手多个回合后开始落入下风，逐渐被对手反击得手，遭到重创。然而招红并未就此退缩，反而在奥尔加冒险用计，突入对方的锤头号强袭装甲舰后越战越勇，死死缠住塔宾斯的2架机动战士，不让返回到锤头号上进行支援。而就在对方拼尽全力结束这场战斗时，奥尔加终于与明赖塔宾谈妥了条件，于是这场由塔宾斯帮助 CGS 追讨财产引发的战斗得以结束。之后铁华团在塔宾斯的帮助下成功加入了迪瓦兹。然而就在铁华团继续前往地球时，结果途中遭遇到了宇宙海盗布鲁沃茨，于是双方一遭遇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好在3日月驾驶新修复的巴巴托斯及时赶到，这才在与塔宾斯共同作战的情况下将布鲁沃兹宇宙海盗击退。由于这伙海盗的目标瞄准了铁华团要护送的古迪利亚，不太容易轻易甩掉，继续前往地球，于是铁华团和塔宾斯共同出击，与这伙海盗展开了死斗，最终将布鲁沃兹宇宙海盗彻底歼灭，并成功缴获对方1艘强袭装甲舰和高达古星在内众多战利品。而在这场战斗结束了以后，格雷兹改的驾驶员招红决定驾驶高达古星
而格雷兹改新的驾驶员则由诺尔巴西诺来担任，并且利用迪瓦兹组织提供的部件，对这架机体再一次进行了改造。然后这架新改造的机体就按西诺的喜好命名成了流星号，而正式名称则为格雷兹改2。除了名字之外，机体的涂装也换成了西诺特意选择的粉红色。据称，铁华团一开始为了节约开支，涂装选择的是比较便宜的白色纳米复合装甲涂装，但在西诺的坚持涂成粉红色的要求下，最终选用了红色和白色的这2种涂装，调制出了粉红色。连头部的造型也是按他的心意进行了更改，可以看到头上还多了个角状的装饰物，看上去像是天线，但实际并没有什么作用，仅只是装饰物的存在。而改造比较大的地方在于肩膀两侧更换了喷口比较大的推进器，从而提升了机动性能，速度跟之前相比有发生较大的改观。在发起突袭后，对手稍微迟疑就有可能被流星号突击得手。同时，肩膀和后腰裙甲位置的装甲板按迪瓦兹的配置进行了更改，由此来加强流星号的防护能力。还有就是驾驶舱的操作系统也进行了更改，从布鲁沃兹宇宙海盗那缴获到的阿赖耶识系统安装到了流星号上，这样西诺驾驶流星号不再像招红那样需要适应，直接操作就能高水平发挥出流星号的战斗性能。剩下的武器继续使用格雷兹的配置没有变化，一般是携带步枪和战斧进行战斗，有时会选择双手持枪而多携带一把步枪，但不太容易熟练操作，容易遭到攻击。但在近战能力方面，西诺驾驶的流星号表现的就比较出色，在与加拉尔霍恩的战斗中完全不落下风。在宇宙空间中进行作战时，流星号时常会搭乘库坦3型长距离运输支援机进行战斗，利用库坦3型自带的武器进行火力支援，输出的火力也是极为的凶猛，而且机动速度很快，还能对敌发起突袭攻击。在铁华团空降地球的作战中，流星号和库坦3型的组合就这样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，令对手加拉尔霍恩头疼不已。尽管铁华团在降落地球后，西诺的战斗还比较顺风顺水，但没多久之后，铁华团遭遇到了强大的对手。在埃德蒙顿郊区的战斗中，加拉尔霍恩就派出了同样使用阿赖耶识操作系统的格雷兹艾因，这是铁华团从未遇到过的强大对手，仅只使出了几下的功夫，就将流星号击破，失去了战斗力。可以说，流星号在格雷兹艾因前面完全不具备任何抵抗能力。所幸就在格雷兹艾因准备对流星号下死手的时候，突然得到了古迪利亚在市区的信息，于是放下流星号赶往了市区截住古迪利亚，西诺这才得以逃过一劫。而在这场战斗结束了以后，这架破损严重的流星号得到了迪瓦兹组织的修复，修复后的流星号就取名为格雷兹改3，但西诺仍旧称呼其为流星号。可以看到机体的头部、右手臂、膝盖和背后的推进器这4个破损严重的地方都用了非格雷兹的部件进行了替换，所以使得流星号修复后的模样发生了较大变化。使用的武器也不再是格雷兹的制式装备，改用了80毫米口径的手枪和恶棍斧，而剩余的信息目前仍不得而知。从现有已知的信息来看，这架格雷兹改3应该只是作为过渡用的机型，当铁华团的非常时期度过了以后，格雷兹改3便放弃不再选择使用，而这架机体的最终下落也就无从得知。